这是90后喜欢的机器人，这是80后喜欢的机器人。回国拆快递。我们今天呢就来简单聊聊这个 Blizzway 和魔兽合作的这个真盖塔。今年呢是盖塔的50周年，所以伟哥的背景墙就把盖塔放到了 C 位。谁注意到了，赶紧扣个1。虽然之前呢已经提前看过照片，但是打开包装的那一刻，我还是被震撼到了。做工和漆面呈现出的那种圆润光亮的高级感，这个真盖塔看上去就好像精致的工艺品一样。近3斤的本体和近4斤的地台，分量感十足啊！这次 B 社走的是还原路线，没有那么多裂甲魔改的杂乱细节，圆圆润润的，非常戳伟哥这个复古派。我发现伟哥喜欢的康纳姆机器人也是这种圆圆润润的身形啊。说康纳姆机器人，你是不是抄袭了人家盖塔？老汉儿你好帅哦！说到机设呢，从剧场版的魔神锐无限开始，裂甲风就越来越流行。乍一看啊，确实很帅，但是呢，看久了伟哥还是怀念这种水桶腰的古早设计。与其说是 Old School 的独特韵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经典，因为这种过目不忘的设计真的非常独特。真盖塔整个流露出那种神秘、诙谐、霸气和魔性的感觉，真的是独树一帜。脸型、手臂、躯干、小腿，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让你联想到其他机体。这次 B 社真盖塔忽略了大量的魔改和裂甲设计，机身表面简约干净，让我能够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到最基本的机体轮廓特点上来。不过真盖塔的外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过膝的手臂，这种不符合人体比例的设计，容易塑造一种不协调的危险感。对比来看呢，这次 B 社设计的真盖塔手臂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腹部略长，小腿略短，所以显得他的手臂没有过膝。拿青岛社的真盖塔来对比的话，身形比例就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这两个产品的比例和工艺完全就不在一个档次。此外，腰部缺少可动，以及肩部和腰部增加了灰色刻画，我觉得都是比较遗憾的地方。这个 B 社的真盖塔仍然是目前还原路线里面综合水准最高的真盖塔模型之一，没有之一。我们接下来聊聊这个把玩体验啊。作为女孩子呢，伟哥玩玩具最喜欢玩的就是这个灯光部分了。这次的真盖塔在胸口和头部、双臂和双腿以及特效键部分都有灯组，全部点亮的话需要8颗 AG13和6颗 AG1的电池。全部开启以后呢，超级燃，是伟哥目前玩过最闪耀的机器人了。只是一想到没有电的时候再换电池，我就觉得好麻烦呀。如果 B 社能改成 USB 供电，我真想24小时放在我的电脑桌上。然后呢，就是伟哥最希望 B 社和魔兽大货能改进的地方，就是这个把玩体验了。这个真盖塔伟哥是真喜欢，但是玩起来呢也是真累，全身各处的关节和插装有松有紧。比如说背后这个盖塔飞翼，伟哥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真的插不进去，最后找摄影老师费老鼻子劲才给我插进去的。然后这个万刃，我跟你说啊，开刃级别的，我觉得谁要拿这刀划我脸，我可能会毁容。还有就是很多人说到的手腕卡扣的问题，机场扭着扭着里面的灯柱就脱落了，烈阳弹的特效键伟哥无论如何都无法装好，正在装一只手，另一只手型就脱落了。然后呢，我又在装另一只手，那边的灯柱又脱落了，两边的手型刚弄好，结果特效键掉下来了，烦死了！而且整个过程中伴随着这个飞翼和肩膀的避让不断调整，万刃和这个飞翼的坚持时不时会戳到手指头。可能我手温啊，整整1个小时下来，我也没能把这个烈阳闪光灯按照动画和游戏里的姿势组装到位。铁们放心啊，这个问题我也和厂家反馈过了。魔兽说后续的话，这块手型是会进行调整和优化的，希望大货在把玩体验上能有更好的表现，一定要改啊，爸爸，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设计。总的来说呢，虽然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是 B 社祖传的灯效和它的造型设计，以及魔兽祖传的良心售价，整个产品呢在较高的原色还原度基础上，拥有雕像级的工艺涂装和灯效表现，让它成为了我目前最喜欢的真盖塔玩具。大货发售后我一定会再买一盒。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